基本上啊，不生小孩这个词从近几年开始，在主流的社会话题当中都是霸榜一样的存在。人们也为不去生小孩找到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以及在某一瞬间啊，我真的以为现在已经到了全民拒绝生育的时代。但是如果我们稍加留心观察，会发现还是有一批人，他们准备生育，甚至渴望着要一个小孩。所以我也抱着好奇的心态，线上线下搜罗了一圈，总结了8个人们想要生小孩的理由。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换一个视角啊，看看另一波人为什么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当然先声明一下啊，这期视频只是站在另外一个视角提供信息啊，没有任何关于要生或者不要生的立场。好，那第一个顺其自然，就是在我们看来啊，生或者不生是一个选择题，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这个问题就没出现过。至于生下来没钱怎么养，会不会压缩自己的时间，会不会被换尿布搞抑郁，会不会离了婚孩子没爹等等，这些在我们看来简直是科幻的问题都不会出现，就没想过。这像是什么感觉啊？就是对于明天要出门旅行的人来说，天气很重要，但是对于明天要在家躺平的人来说啊，天什么气？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的这种感觉。其实在线下我发现有大量的这样的人的存在。在网络上，人们在讨论一个要不要生小孩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甚至根本就不会参与进来。所以这部分的声音啊，在网上其实很少看到，但实际上这部分群体的数量是不容忽视的。好，第二点就是完成父母的期待。老话题了啊，儿孙满堂可以给我们的父母啊带来那种自豪感，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滞后一点的地区了。如果别人家里面3代同堂，你这边只有2老伴儿，过年的时候连说话都要矮别人一截，这种人际压力就经常被父母转嫁到我们身上啊，因为是我们让他们感到尴尬的，所以那不得多敲打你。我个人还好啊，我没有遇到太多这方面的压力，但我知道很多人遇到，也正在遇到。我必须得说啊，能因此感受到压力的同学，或者因为父母的催生而选择生育的同学，你们内心真的是很善良的，因为这就是在考虑别人的感受，甚至把别人的感受凌驾于自己的感受之上。respect。 好，第3个就是想要成为父母这个身份。其实这批人也不少啊，而且相比之下，特别是一些女生啊，对于母亲这个身份还是蛮渴望的。说白了，成为父母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不太想生的人可能不太好理解这些，这有什么好人生目标的？但你回过来想啊，其实这就跟想要成为企业家、歌星、网红一样，父母这个身份可以给他们带来成就感。可能成为父母听起来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啊，但我也觉得不至于到贬低啦。说句车轱辘话，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选择。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乐于承担父母的责任，就像是想要创业的人乐于承担当老板的责任一样。压力确实大，但成就感也大。好，第4点就是喜欢小孩啊，这和想要成为父母这个身份是不一样的。上面讲的是对于身份的渴望，而喜欢小孩就是单纯的喜欢。就像你喜欢猫，你的乐趣来自于你和它的互动，而不是来自于你是铲屎官嘛，对吧？其实我本人不是很喜欢小孩的，像坐高铁和飞机都不太愿意坐在小孩旁边，但我在这去问我一个大学同学，别人就正好相反，像逛街啊遇到小孩都会忍不住的去逗一下，他就喜欢和小孩在一起玩，所以他也是我们那批人里面最早生孩子的人。好，第5点就是享受育儿的过程。各位，你们养过花花草草吗？你肯定知道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培养和教育一个小孩的过程也会带来成就感的，就像是一颗种子种在土里，浇水、呵护、培养，然后等待花开。可能很多人对于这种东西无感，但是喜欢的人他就真的喜欢，而且这种动机最强烈的可能还不是在潜在父母的身上，是在潜在爷奶的身上，因为潜在爷奶实在是太闲了，培养小孩这么有挑战性的任务，求之不得呀。当然反过来说，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生的一个原因嘛，就是担心生下来没有时间去培养。第6点啊，稳固婚姻。实话实说，一段婚姻中有了小孩，肯定是比没有小孩要稳固一些的，对吧？我们把小孩叫什么？爱情的结晶啊，这种结晶能让2个人在一起的关系更加立体，2个人有了一个长期的目标，并且付诸于行动，这就让2个人成为了一个 team 的同时，又多了一道命运的羁绊，对吧？很多人早就感情淡了，但不离婚就是因为小孩，所以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容易啊，说柴火就柴火。好，第7点啊，养儿防老，这也是我们文化里比较传统的一部分人的想法，就是生孩子是为了老有所依，养个孩子，特别是儿子啊，未来有经济上的依靠和生活情感上的关照。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人是为了养儿防老，那这个爱也不见得伟大了啊，因为养来养去还是为了自己嘛。那实际上它这就是一种交换。
这个时候赋予小孩生命的意义就显得不很纯粹了。并且我认为啊，当小孩成为了一个工具人的时候，其实小孩的努力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父母，而不是自己。父母必然也不会那么去体谅、理解、关爱小孩的感受和情绪，但不妨碍这还是现在少数人会有的一种心态。好，最后一点就是精神寄托，对抗衰老和孤独。据我所知啊，人还是会因为年龄到了某一刻突然的感觉到孤独的，而有个小孩其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对冲掉这种焦虑，因为它是一种有人能替我活下去的感觉，他身上有我的基因，像是我的某种延续，他又是年轻的有生命力的，看着他，也许我对于衰老孤独的恐惧就会降低一些，大概就是这种心态。而我认为啊，这和养儿防老是完全不一样的。养儿防老是寄希望于小孩能够在自己晚年实际的帮助到自己，是需要实实在在的回报的。而有人能替我活下去，不需要这些，它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宽慰而已。所以说是否自私，可能有一点，但应该不多。好，以上8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如果有其他的也欢迎大家补充啊。其实当我搜罗完这些想要生育人的想法，并且把这8点写出来了之后，其实我自己对于是否要生小孩这件事情也更加透彻。因为毫无疑问啊，在网络上不生小孩的理由已经是铺天盖地的，所以去看看那些想生的人都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蛮好的，有个对比嘛，两边都听听，兼听则明嘛。而且正因为有了这种对比，对于真正打定主意就是不生的同学来说，很可能在听完上面的这些想法之后，更加的坚定了他这个选择。只是对于很多包括我在内的中间摇摆位的同学来说，这些总结或许能够帮到正在面临生育决策问题下面的同学更清晰一些的去推动这个决策，而不是说因为情绪的驱使，没有经过思考就冲动的下了这个决定，最终害自己要为这个决定来承担责任。其实这也是个挺常见的悖论，很多时候道理我们都懂，越是重要的对于我们未来影响足够大的事情，择偶、结婚、生小孩，包括换工作、换城市、买房等等，越是得慎之又慎，谨慎的去做决策。但在实际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多人最后都是凭感觉、凭冲动把这个决定给做了。为什么会这样？并不是我们不知道要不要去理性，而是我们不知道怎样去理性。所以我觉得啊，这8个理由提出来，也是在提供一次机会，一个让我们能够尝试用理性思维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机会。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把生小孩的理由都列出来，也列出不生的理由，左边一列，右边一列，然后做排除法就可以了。我不能说这样做一定会帮你得出那个结论，而是说这可以从理性思维的角度帮你去审视这个问题。当然，如果排除法之后啊，结果还是太模糊了啊，那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做一步，就是在这些理由后面分别加上权重。假设我没钱，我养不起啊，我是有多没钱？如果我现在吃饭都困难，那就是10分没钱；如果我自己也就刚刚好，多1分钱都凑不出来了，那就是6分没钱。如果我自己生活还过得去，可能还能挤一部分给小孩，那就是3分。当然，如果你很有钱，那就投个币吧。而对面右边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想要成为爸爸妈妈，好，有多想1到10分，估一下是几分，然后再做个简单的加法，看看哪边的分数高多少，也会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更透彻一些。这大家可以试一下，还蛮有意思的。以及这个分数不是固定的哈，它可能会随着各种条件变化而变化，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再次去重启这个方法。重要的是有这么一个意识，以及我们会发现不只是生小孩的问题，所有重要的，但是好像又不太容易做选择的事情，都可以这样子理性的去权衡一下，以推动我们去做这个决策。我们有了这么一个思考、权衡、比对的过程，我们不仅做了选择，而且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我们知道为了这个选择，我们承担了什么，又放弃了什么。那么我们也就会更有勇气去面对选择之后所发生的一切。